1955年，抗美援朝战争基本结束，随着和平的到来，朱德总司令开始牵挂起另一件大事。很快，朱德专门找了毛主席，对毛主席说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清理门户。那么朱德所说的清理门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台湾的蒋介石也始终不安分，几次和美军联络，希望能实现自己反攻大陆的计划。美军也把台湾当作布置在亚洲的一个重要棋子。现在台湾以及东南诸多岛屿还控制在国民党的手中，我们必须要在沿海把这些岛屿逐一收复，打开一条通道，否则将来收复台湾会难上加难，更会给蒋介石等人留下可乘之机。如果要清理门户的话，就得尽快。现在美军刚刚经历了朝鲜战场上的惨败，还没有缓过神来，蒋介石那边兵力也不足，更没有决心和解放军硬碰硬，所以是个最好的时机。朱德还提到，当年我们解放海南岛的时候就遭遇了不小的困难，我们应当认识到制空权和制海权不抓在自己手里，就永远是吃亏的。所以现在逐一收复沿海各个岛屿有其必要性。毛主席完全同意朱德提出的清理门户的意见。很快，中央召开了军事作战会议。这次会议上确定张爱萍作为总指挥，进攻的重点是2个：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在讨论具体作战方案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建议应该先进攻大陈岛，因为大陈岛是国民党当时的一个指挥核心，国民党的许多高官还驻扎在大陈岛上，所以只要大陈岛被攻破，国民党方面必然人心涣散，一触即溃，剩下那些岛屿要收复也就简单了。另外，我军进攻大陈岛是占优势的，大陈岛和大陆之间距离很近，我军调兵遣将、运送武器都很方便。大陈岛上森林覆盖率也极高，我军只要登岛就有很大的隐蔽空间，可以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张爱萍思考之后却认为这个方案不妥。的确，以我军的角度来看，攻打大陈岛是上之策，可不要忘了，敌人也早就在大陈岛盘踞多时，我们能想到的，敌人自然也能想到。所以大陈岛看似不堪一击，但事实上我们要面对的是大陈岛上严阵以待的敌人。更不用说大陈岛是个战略核心，我们一旦攻击，敌人布置在四周的军事基地都可以对大陈岛进行救援，甚至美国人也可能插一手。到那时，我军很有可能会陷入敌人的包围圈。我军此前经历过金门战役的失败，战士们内心对登岛作战还有一定的阴影，所以我们如果选择先啃大陈岛这个硬骨头的话，对我们其实很不利。所以张爱萍提出应该先对一江山岛发起进攻。他认为进攻一江山岛有几个优势。首先，一江山岛距离我军的阵地更近，我军的火力对一江山岛可以实现覆盖。其次，一江山岛正是大山岛的前哨，张爱萍形容攻打一江山岛正是拆了大陈岛的大门，大门一破，大陈岛也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最后，我军之前还没有成功的尝试过三军协同作战，所以打一江山岛既是实战，也可以说是一次预先演练。如果这一次协同作战成功，那下一次再打大陈岛也是易如反掌。就这样，在张爱萍的坚持之下，作战方案最终确定将一江山岛作为1号攻击目标。张爱萍认为进攻必须要快，因为那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美军由于朝鲜战场作战不利，加上恐惧苏联的威胁等一系列因素，已经撤走了部署在这一海域的军舰。而我军则从1954年开始对一江山岛、大陈岛附近的海域进行了几次轰炸，夺取了制空权和制海权，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军倾斜了。国民党方面由于被美军放弃，所以一江山岛上的守军人心惶惶，这是敌人最脆弱、最容易被打败的时候。张爱萍认为这场战役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别看一江山岛不大，可战争的胜败会直接影响历史的走向，影响到祖国未来的大一统事业。所以张爱萍决定集中全部的优势兵力。资料显示，我军当时调集了3700人的主要登陆部队，另外又调集了184架飞机和188辆舰艇作为配合，参战部队的总人数达到了1万人，人数是敌军的4倍。当时登陆部队被分为4个步兵营，张爱萍决定只把1个营留作第2批登陆，剩下3个营
都必须在第一次登陆时直接上岛，只有这样才能对敌人造成碾压的优势。1955年1月18日上午，这场意义重大的战争打响。我方首先出动的是轰炸机和火箭炮，大量的炮弹倾泻在一江山岛，对岸的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在火力压制之下，敌人无法做出任何有效的反击。轰炸一直持续到当天的中午，张爱萍这才下令登陆部队朝一江山岛进发。在战斗机的护送下，3000多人的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冲向了一江山岛。敌人的大部分碉堡都已经被轰炸机炸毁，不过还是有少量部队残存。这些部队发现了我军的登陆艇之后，便试图展开反击。在我军登陆艇距离岛屿还有500米的时候，敌人忽然向我军发难，集体开火。幸好我军对此也早有准备，展开了严密的防守。轰炸机和火箭炮部队更是一刻不停地对敌人进行火力压制。就这样，在下午2点半左右，我军的第一批登陆部队终于顺利上岛。上岛之后，我军迅速地抢占了对方高地。不过，这股敌人的确狡猾难缠。在我军上岛之后，他们又开始朝着我军部队投掷手榴弹，不少战士因此负伤或牺牲。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敌人总体的战斗力依旧不高，因为岛上兵力分散，加上武器资源严重不足，所以敌人的主要战略就是等到我军靠近的时候进行突然袭击，或是用手榴弹、火炮等对我军进行打击。但是在我军接连夺下几个高地之后，敌人的意志便溃散了，许多人直接放弃阵地，朝着岛屿深处逃跑。因此等到傍晚时分，敌人的重要阵地基本上都掌握在了我军手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敌军大部队得知消息之后，惊慌之余派出了空军部队进行协助，击沉了我军的几艘登陆艇。幸好因为我军已经基本占领岛屿，所以敌人的这些反击并没有扭转战争的局势。随后我军又在一江山岛进行了长时间的清扫。1月19日，一江山岛彻底解放。此次战役，我军俘虏敌人567人，击毙519人。胜利之后的张爱萍将军兴奋地写下了一首《沁园春》：东海风光，辽阔蓝天，滔滔碧浪。看旗经岛海，风驰虎跃，雄鹰猎猎，雷掣龙翔。雄狮一统，戎鸡难觅，陆海空直捣金汤，锐难当。望大陈列岛，火海汪洋。料得帅害军荒，凭一纸空文岂能防？一夕西西里岛，冲绳大战，何须孤惶？固若磐石，陡崖峭壁，首战奏铠阵八荒。英雄赞，似西湖竞渡，初始锋芒。另一边，蒋介石和美国人却笑不出来了。他们也很清楚，一江山岛一丢，大陈岛迟早也守不住。美军担心自己在亚洲的战略部署受到威胁，所以当时就在报纸上叫嚣，说要派军舰重新进入台海一带，甚至连使用原子弹这种话都说出来了。另外，美国和台湾装模作样地签了几份协议，似乎又要结成稳固的军事同盟。这一切都在毛主席的意料之中。以蒋介石的战斗水平，他只能把全部的希望放在美国身上。如果美国拼力援助台湾的话，我们要解放大陈岛的确是个问题。就在此时，张爱萍再次向中央请示，要不要立即攻打大陈岛。在张爱萍看来，战争这种事必须得趁热打铁。而且张爱萍不久前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为了稳定军心，蒋介石居然把自己的接班人蒋经国派到了大陈岛坐镇。此时进攻的话，不仅能解放大陈岛，还极有可能活捉蒋经国。但随后中央发来的命令却让张爱萍目瞪口呆，因为那是一份停战的命令。而且张爱萍反复确认之后，得知这正是毛主席的意思。张爱萍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我军掌握了战场的全部优势，毛主席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家，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停战呢？难道说我们要放弃大陈岛，任由美军作威作福吗？事后张爱萍才知道，这一切正是毛主席高瞻远瞩。张爱萍说，收到中央的停战指令时，我觉得这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我还是懂的。美国这个亏，新中国的人民要销售起来确实不容易啊。美国的威胁的确让我们不得不慎重。毛主席认为，不能把美国逼得太紧，否则双方打起来，我们毕竟是吃亏的。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当时的形势变化之下，我们要解放大陈岛，其实完全不需要大举动兵了。毛主席看出，美国和台湾表面上气势汹汹，看起来要和中国拼个你死我活，可实质上，这只是他们放弃大陈岛的前兆。就连蒋经国跑到大陈岛稳定军心，也不过是敌人的障眼法而已。事后证明，毛主席预料的一点都没错。美国当时和蒋介石进行了反复谈判，一江山岛的战争结果让美军觉得，凭台湾的能力，绝不可能守住大陈岛，就算是美军帮忙，也有可能赔本。所以，还不如放弃大陈岛，以保存实力。当然，为了安抚蒋介石，美军也同意以后会在金马等地给他们多派增援，也承诺在国民党撤离大陈岛的时候，他们会给予帮助。美军的态度让蒋介石非常失望，可他却又没办法反驳。美军并不在乎蒋介石的死活，只要台湾能够继续为美国所用就可以。蒋介石虽然也看透了美军的想法，可他实力不足，只能继续倚仗美国这棵大树。何况蒋介石知道，就算自己极力请求美国援助大陈岛也没用。之前一江山岛被攻击的时候，蒋介石已经求过援，可美军视若无睹。所以对蒋介石来说，只剩下了一条路，那就是全盘接受美国的建议，这样还能够为自己保留下来一点点援助。至于把儿子蒋经国派过去，那当然不是为了反击做准备，而是让蒋经国赶紧把大陈岛上驻扎的军队以及岛上所有能带走的资源全部带走。1955年1月25日，在美军的掩护之下，国民党开始了大规模的撤离，也就意味着我军兵不血刃地解放了大陈岛。不过虽然实现了解放，却还是留下了不小的遗憾，因为毛主席和张爱萍还是高估了国民党的底线。最初我们预计的是，国民党会把岛上的兵力以及资源全部撤走，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但万万没想到，蒋介石还下了命令，大陈岛上的居民也必须随同军队一同撤离。大陈岛上有数万原住民，因为蒋介石的一纸命令，他们不得不被军队驱赶着背井离乡。更加丧心病狂的是，国民党在撤离之前，居然还在岛上铺设了大量的地雷，想要报复我军。甚至他们还放起了大火，将岛上所有的建筑付之一炬。张爱萍赶到的时候，看到的是这样一番景象：整个大陈岛遍布尸体和战壕残骸，山头上烧着熊熊大火，仿佛人间炼狱。随着大陈岛收复，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在战后，我军对大陈岛进行了重建。随着两岸关系的稳定，当年那一批被迫离开的原住民也有了回家的机会，而人们也期待着一次更加圆满的统一。